千里沱江上曾经孕育着很多美丽繁荣的古镇。随着运输的变迁，沱江不再是运输的动脉，因此这些古镇也慢慢沉寂了。南京驿就是其中的一座。浩瀚的沱江从它身边滚滚流淌，可是如今再也见不到当年千帆相竞的场面。步入古镇时正下着雨，街道湿湿的，沿着这条商业街就能来到古镇曾经最繁荣的新民街。因为下雨的原因，老街上的行人并不多。对面这栋建筑是建于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供销社。在当地热心人的指点下，来到一处院子的后面。透过葡萄叶，发现了一处巨大的浮雕。哎，这非常少见，这莲花啊，闸门的啊，这个梁上拉住墙挡着，对吧？家湖那边也有。哦，王继平。哦，一看就热爱自个儿的故乡，对吧？热爱自个儿的家乡。谢谢您啊，这可好看的东西。这朵莲花比贵州大潮那朵莲花好。啊，贵州的古镇，贵州那个古镇我们也去了，它没得这个莲花。古老的茶馆里，此刻已然是人满为患，热闹非凡。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，空气中弥漫着喧嚣与活力。古镇的人们向来热衷于在此相聚，悠然地打发着时光。这样的场景几百年来日复一日地上演着。在这里，只需一杯清香四溢的茶，再加上几个知心好友，便能开启一场无拘无束的畅谈。那一张张洋溢着满足与惬意的脸庞，在茶香中愈发显得生动而温暖。岁月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，让这份宁静与祥和得以长久的延续。成为古镇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美好。柜子里的纸牌已经包浆了，叶子牌，茶杯摆放得井井有条。新民街是过去南京驿的主街，沿着沱江河道方向建造，两边的房屋散发着悠悠的古韵。这个老门上开锁的门洞也有些年代了。这是您家的房子是吧？这是您家的房子对不对？不是啊。哦，您那里头啊。嘿。哦，这个是您家的啊？也不是。哦，另外。穿过这窄窄的通道，来到了小小的后院。就是供销社的啊。哦，这个大门能通到外头是吧？是哪儿啊？是私人的。啊，私人的啊。哦。
这还原来不是国家的房子啊，国家是来，小子，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你。这个以前也是我们工业社的。哦，以前这个对沿。这是您家是吧？我有家在这里。哦，那个一道门都有一家人的。是，好嘞。每一道门都有一家人。上面写的毛主席语录，那你就有一个那个什么照壁是吧？照壁嘛，就是古壁，我们古壁。就墙就是一墙嘛，古壁嘛，它是用的是石灰嘛，也不的。现在背的井湾里面，这个井湾里面，你问一下井湾。井湾，行，好嘞。你就问。哎呀，那个，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需要你这种热爱家乡的人，不然这都埋没了，是吧？南京驿不仅是毗邻沱江，也是古时成渝古道上的重要古镇。悠悠老街看上去还非常古朴。站在2楼可以看到大片的老旧房子。3层已经被封闭了。一个门洞里摆放着巨大的石条，上面还有榫卯的结构。估计这是当年码头上的构件。南京驿曾经是四川5大驿站之一，如今踏上这窄窄的街道，仿佛能透过时光的缝隙，依稀想象出当年的繁华场景。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印在了路边的一块块斑驳的门板上，它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打开与关闭。这些门板见证了南京驿的兴衰变迁，见证了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络绎不绝的商旅。他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，让后人在触摸他们的瞬间，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与温度。发现了一片美丽的花墙。70年代的不是啊，应该更早是吧？就解放前。肯定是解放前。解放我们都83了，解放我们都几岁了。你看我们41年的，我都是。您小时候就住这是吧？这处房子尽管如今已失去了屋顶，然而仅仅凝视它那残留的墙壁和建筑框架，依然能够凭借想象去勾勒出当年的华丽景象。就是这一束是端午节的吧？解放前它这是封门板的嘛？对，这是封门板过后那个嘛，以前的是板做的嘛，得盖到回去。在老街的旁边，静静矗立的一栋2层的楼房，它看上去已经十分破旧，岁月的侵蚀让它尽显沧桑。周边的植物肆意生长，农田仿佛要将它完全淹没，所有的窗户都已经残破不堪，失去了往日的规整，瓦片也零零落落，残缺不全。绕过一片片农田和生机盎然的菜园，缓缓来到它的跟前，仔细观察这栋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。原本2层的房子，木质的楼板已然完全坍塌，徒留一片空旷。外墙由砖和石头砌成，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却仍然显得较为结实。门口的一棵老树枝桠伸展，似在与这栋建筑默默地相伴。113年的黄葛树。这栋建筑历经了上百年的风雨磨砺，遥想当年，它必定是老街最让人骄傲的存在。然而，如今
就是荒草丛生，往昔的辉煌已难觅踪迹。